那么这3次出国作战，我们一共取得多大战果呢？一共击落、击伤敌机3085架。纵观72年来，人民空军为保卫祖国的领空安全，前后击落、击伤敌机4300多架。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今年的11月11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72周年纪念日。72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保卫国家领空安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维护了国内几十年的和平。那么，人民空军刚刚成立，就遇到了一场大战——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呢，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虽然是刚刚诞生，飞行员的平均在喷气式战斗机上的飞行时间只有14.5小时，就敢于面对美国空军那些参加过2战的老油条飞行员，和他们进行血与火的拼杀。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呢，志愿军空军先后击落敌机330架，这里面包括美国空军飞机，也包括英国海军舰载机。这330架战机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的喷气式战斗机，而志愿军空军当时驾驶的战斗机呢是米格15和米格15比4。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发扬勇敢无畏、刺刀见红的精神，和武装到牙齿的美国空军展开了生死搏杀。在这场战争中呢，志愿军空军创造了鱼翼多层4四式的战术原则和一系列的空战战术和空战机动动作，从而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而且呢，在这场世界空战史上首次喷气式战斗机对喷气式战斗机的大规模空战中，创造了很多的世界之最。比如刘玉滴就曾因驾驶战斗机在一次空战中连续击落4架敌机，那么这个记录呢，在几十年后都没有人打破。还有一名志愿军空军的飞行员叫罗昌海，他也创造了一个世界之最，在1分多钟的时间里连续击落3架敌机，在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打下3架敌机，这个记录至今没人打破。当然，在抗美援朝作战中呢，志愿军空军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战斗英雄，甚至呢是王牌飞行员。比如说，打下敌机最多的赵宝同，击落7架敌机，击伤2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据赵宝同介绍，他在空战中只要瞄上敌机，在开火的瞬间，他会让驾驶杆左右移动，从而让机头摆动，用这样的方式增大敌机的背单面，就有可能呢将敌机击落。在整个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可以说不辱使命，为建立米格走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它是和苏联空军飞行员共同来建立的。那么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一直到70年代初，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驾驶着国产战机，为保卫祖国的领海领空的安全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共击落、击伤敌机840多架。当然，这里面既有航空兵的功劳，也有我们的防空部队，包括地空导弹兵和高射炮兵的功劳。正是因为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以及相应的防空作战部队的不懈努力，从而保证了我们国家几十年的安全。最后一架入侵中国的美军飞机是什么时候被击落的呢？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那么在此之后呢，外国列强的军机就再也不敢入侵我们的大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实际上是一个空防合一的军种。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那么在合并之后，无论是地空导弹兵，还是高射炮兵，甚至是雷达兵，在保卫祖国领空的安全方面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光是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航空兵击落过敌机，甚至我们的探照灯兵和雷达兵也击落、击伤过敌机。我们的高炮部队还先后3次出国作战。第一次呢是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第2次是参加援越抗美作战，第3次是参加援老抗美作战。那么这3次出国作战，我们一共取得多大战果呢？一共击落、击伤敌机3085架。纵观72年来，人民空军
为保卫祖国的领空安全，前后击落击伤敌机4300多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空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在不断的提升，由过去的1代机、2代机发展为配备3代机、4代机，地空导弹的射程越来越远，精度越来越高，抗干扰能力也越来越强。其他兵种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效。通过武器装备的不断发展和指战员以实战化为背景的严格训练，中国空军目前已经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正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民空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国家的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